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王楚然新剧《热恋檀健次杀青3年》将上映，内幕与《猪猪蜜语记》有关。一部杀青快3年的都市剧，突然在5月20日甩出一张深情相拥海报，直接把檀健次、王楚然新剧进度条动了，轰上了热搜。这部命途多舛的爱情有烟火，2023年7月拍完就被雪藏，如今传出暂定6月登陆 CCTV8 黄金档加腾讯视频同步播出，站内预约量早已破了200万。但真正有意思的不是终于要播了这件事本身，而是它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背后的3条暗线。一条牵着男二张浩维的一场离谱名誉权官司，一条牵着平台与抖音的分手，还有一条直通猪猪和钟汉良那部刚刚杀疯4月的《蜜语记》。爱情有烟火改编自晋江作者红酒的小说《我们住在一起》，又名《投行男女》，由山海情分组导演史成业执导，腾讯视频与万达电视剧联合出品，全剧40集，单集45分钟。2023年4月开机，同年7月4日正式杀青。檀健次饰演投行精英李亦菲，一个表面毒舌傲娇，实际是隐形富二代的高岭之花。王楚然饰演沪漂打工人钱飞，买房后被男友分手，公司裁员，被迫招租分摊房贷，结果李亦菲破产落魄住进了他家。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开始了一段鸡飞狗跳的合租日常，再从合租延伸到同一家投行的职场交锋，最终是有变情侣。走的路线不是悬浮甜宠，而是成年人的柴米油盐极限拉扯。拍完就能播的事，在这部剧身上完全走了弯路。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拦路虎，男二张浩维。2024年8月，娱乐博主优点娱乐突然在网上抛出所谓涉及张浩维的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内容暗示嫖娼、找男模、逃税等出格话题，瞬间引爆热搜。张浩维当天就在社交账号晒出立案书和无犯罪记录证明，直指爆料者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毛某某，双方因财务纠纷反目，对方用技术手段伪造了录音和图片来搞他。随后张浩维宣布暂停演艺工作，退出社交媒体，专心打官司。对一部已经杀青的剧来说，男二爆出这种级别的风波，等于直接按下了暂停键。张浩维在剧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板，他饰演的角色牵扯主线情节，删戏会伤筋动骨。换脸技术上行得通，但成本极高，周期漫长，而且当时连司法定性都没有，平台根本不敢赌。于是爱情有烟火就这么被无声无息地冻住了。这一冻就是将近3年。转机出现在法庭上。2025年9月9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确认，2024年8月19日、20日优点娱乐发布的那些所谓录音和聊天记录图片，系被告毛某某伪造。毛某某虽无直接发布意图，但把伪造材料提供给网络博主的行为已构成名誉侵权，判令其在全国公开发行报刊上赔礼道歉，并赔偿张浩维经济损失5万元。同年12月，多家权威媒体跟进报道了这一判决结果。张浩维的清白从法律意义上被钉死在了纸面上，法律风险一清零，爱情有烟火脖子上那根无形的绞索就松了，不用换脸，不用砍戏，完整性保住了，平台方最大的顾虑没了。但光风险解除还不足以让一部积压剧在2026年6月被急急忙忙推上前台。真正把这部剧挤出库的，还有另外2股力量同时发力。第2股力量来自同一条 IP 链上的《蜜语记》凭空炸场。很多人注意到一个巧合，爱情有烟火的原著作者红酒
另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都市剧《密语记》中，汉良珠珠主演，王莹执导，在2026年4月13日于东方卫视黄金档加腾讯视频加爱奇艺同步开播后，数据直接杀疯了。开播当日就以的收视登顶卫视收视 TOP1，峰值冲到，刷新了当年东方卫视剧集收视峰值纪录。腾讯视频热度值一路破26000、27500加。云和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从首日 3.23% 天内飙到 12.3%，登顶全平台。猫眼全网有效播放量破3亿加，双平台12小时播放量破亿，各大数据榜单全线霸榜。这意味着一件事。平台内部对红酒这个都市 IP 的市场价值做了重新定价。同一个作者的另一部改编剧正在替你免费打广告。趁密语季的热度窗口，把爱情有烟火推出来，营销成本省一大截。观众对红酒是都市叙事的接受度也已经被密语季预热好了。第三股力量更隐蔽，但可能是真正的决策杠杆。腾讯和抖音的二创版权合作到期，双方2023年签的那份3年合作协议窗口期正好卡在2026年4月底到期，且不续约。这意味着腾讯视频接下来一段时期内失去了抖音这个最大的二创引流阵地来位。新剧造势平台转向压住视频号生态及快手侧合作，但切换期有阵痛。新剧在这种宣发底盘不稳的节点硬上，风险太高，反倒是一部已经完成制作、预约基本盘200万加、内容无合规硬伤的积压剧，成了低风险甜档的最优解。不用砸天价宣发，自带存量热度，播好了赚到，播平了也不亏。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终于洗清冤屈，所以能播了的爽文逻辑，它是3层齿轮在同一时刻咬合力。张浩为官司胜诉一人，风险标签被法院判决书撕掉，剧集完整性得以保全。密语季空降爆红同作者，红酒 IP 价值被重估，平台有了趁热打锅的理由。抖音二创渠道断档，新剧宣发切换阵痛期，积压完成的库存剧反而成了最安全的排播选项。他当初拍《爱情有烟火》时，公众印象还很大程度被我的人间烟火时期的争议噪音裹挟着，但这2年他靠着《庆余年2》客串刷出话题，又凭古装剧成合体统涨粉100万，把新生代女神的标签立住了。等于剧等了3年。他的观众缘也正好等到了最能扛住正片的那个版本。谭健次那边更不用说，李亦菲这个毒舌投行精英人设，跟他长相思封神后积累的受众基本盘几乎是精准咬合的。520海报一出，李亦菲毒舌金句直接未播先挂热搜。目前所有公开信号5月20日官推海报。CCTV 电视剧频道与腾讯视频端的同步造势，招商端标注的暂定6月窗口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爱情有烟火已经不是在问能不能播，而是在走什么时候挂档的最后流程了。具体哪一天敲定，还得等官宣盖章。但从他3年来的轨迹看，这一次物料重新动起来，央八加腾讯双渠道同步的信息密度，跟之前那些空降定档秒辟谣的循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事了。一部剧被一个人伪造的录音卡了3年，最终还得靠一份法院判决书、一部同门 IP 的爆款，以及平台一次渠道离婚，3件事同时到位才被从冷宫里捞出来。这大概就是2026年国产剧最荒诞也最真实的生存样本。